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即将要到来是在美国的感恩节，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火鸡价格，在这个时候说是暴涨幅度高达了40%。另外一方面，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他说北京已经停买美国的大豆了。全球的粮价风暴是否正面的全面引爆呢？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美国的粮食霸权会在今年的冬天断掉吗？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政府关门到现在43天了，但是现在的重点是，虽然政府的门要开起来了，但是感恩节呀，变成了一个通膨的修罗场。现在美国的通膨实在太严重了，当中感恩节美国人都会吃的火鸡暴涨幅度预估现在落在40%左右，餐桌也缩水了。川普还在这个时候喊说美国没有通膨，美国人这个感恩节到底要怎么过呢？另外一件事情来看到，习川会不是才刚落幕吗？美中看似谈得不错，但是彭博却在这个时候爆料说，北京突然踩刹车，不买美国大豆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中国为什么在第一时间突然间转向了？那么美国的农产品还是在中国的战略名单上吗？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来关心中国，同时对美国大豆跟巴西的大豆亮起了红灯，但是却是用比较低的价格来大举扫进了阿根廷的低价货，是在重塑全球的大豆供应链吗？美国在这时候还能掌握得住所谓的粮食定价权吗？还是在中国手里呢？今天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好，赶快来关心的是政府关门到现在43天，终于最新消息来自于众议院的投票已经通过了，会来重新开门。不过12号这一天要等到川普正式的签字，才可以确定是开启了门。那么美国公务体系才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但是即便开门，现在美国人民要面对的问题，刚刚提到的就是通膨了。尤其现在感恩节将至，我们赶快来看看目前在整个吃饭上面来说，对美国人是最有感的，因为涨幅是最多的。光是今年9月份的涨幅高达了将近3%。但是我们来看到2020到2024年这4年之间，食品的总成本竟然暴涨幅度高达了23%，其中美国人在感恩节会吃的火鸡因为今年也受到了禽流感的影响，所以鸡只剩下1.95亿只，创下40年的新低，再加上通膨导致这个火鸡的价格刚刚提到了暴涨幅度高达了40%，在这个时候，沃尔玛赶快推出他们的感恩节套餐，当然里面会有火鸡那么即推出的这个套餐是$40，他们说呢，这个$40的套餐可以供给美国的一个大家庭，大约10个人一起来做享用，换算下来$40，10个人，一个人只要付4块美元，也就是新台币大概100出头就可以吃得到了。但是媒体也在这时候很酸说对啦，价格是很便宜没有错，但是呢，你这个分量是完全在缩水，变成了一个减配的菜色。在这个时候，川普还是很自豪的说，沃尔玛推出的这个套餐$40比去年还要便宜5%，都是它的政绩，因为现在美国几乎是没有任何通膨的问题。CNN 在这之后很酸川普，他说，你都感受不到吗？现在美国境内通膨居高不下，美国人接下来恐怕欠债更多人将会一无所有。而确实，财长贝森特在美国内部早就已经感受到这个通膨的压力，所以他也开始喊话，要针对重大的宣布，他说要针对这一些美国不产的商品价格来做这个压低价格的动作，包括了针对咖啡跟香蕉等等，还有针对牛肉的价格最近狂飙，他说要来做一个调查。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感恩节逼近，美国政府刚开门，但是火鸡价格暴涨了40%，食物成本刚刚说了4年暴涨23%，美国人在今年的感恩节得承受多大的压力？首先谈一下这4年以来食物的成本，您提到了说暴涨的23.6%，这不完全都是川普的错因为这里面也有一大部分是拜登本身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拜登任内的时候，他几乎推的是无限量宽松当然这有点是夸张的一种表示，但是这表示说，拜登在他4年的任期的时候一直印钱，他不断的印钱，
他一直在发行公债，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啊，也就是说，他发行了大概1万多亿左右的公债，那就当然你的钱一直在印，一直在印，一直在印，那当然这个通货膨胀也会被你的这个太大量的这个 M2啊进入市场所拉起来，所以我觉得拜登在这个部分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接着就是川普要负第二部分的责任了，也就是说，今天美国人为什么会过得那么苦？那就是那就是特朗普了。特朗普上来了以后，他天真的啊，我讲是太天真了，他天真的以为说关税真的是出口商来支付，他天真的认为，但事实上是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告诉你说，进口商负担了50%以上，甚至到60%。而零售商就是通路商负担的30%，所以出口商顶多负担1%不到。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很明显的就是刚开始这些通路商也好，进口商也好，他因为仓库里面还有一些积压，他可以把物价没有调得很大，可是他没有多久他就开始调整物价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看到，当特朗普在定的那个物价的时候，其实在特朗普定不到的地方，物价已经悄悄的在往上走了。好，那等到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通路商本身他也受不了了，他开始转嫁到这个消费者身上了，物价就全面性都在上来，这个已经是更为明显了。现在的 FED 的估算是下半年，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如果关税不变的话，那整个都会反映在消费者身上，所以这个关税会几乎全部都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物价还会有一波的涨势。那这个对联总会在控制这个它本身的要降息这个部分难度就很高了。对，所以目前估计很有可能年底才会有一次，也可能如果物价还是控制不了，一次都不降。好，现在美国的感恩节为什么会被凸显出这个问题？我倒觉得要注意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沃尔玛它本身知道川普不会去吃那个40块的套餐，所以他推出阳春版的套餐，忽悠这个川普，川普也很开心的被糊弄过去了，说你看这个完全没涨价。其实大家都知道中产阶级快速的流失，当然还有您谈到的禽流感，可是禽流感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啊，你可以透过进口来平衡你的这个火鸡的物价的问题啊，但是你的关税摆在那里，你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所有的错都是川普的错嘛，还看不出来吗？那但是川普很容易的被沃尔玛忽悠，沃尔玛很厉害啊，他糊弄川普的本事一流。好，我们一方面是看到这个感恩节将近，美国的通膨问题是让这个川普，我相信他已经暗自的感到忧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对外中美的这一场大斗战火，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升温。因为原本说这个习川会之后看起来中美之间谈得不错，中国在习川会后不是承诺了吗？说会买美国大豆，那量是说年底买1200万吨，那么接下来之后会再持续的加码2500万吨。结果来自于彭博还有其他外媒的最新的爆料说，北京已经停买了美国的大豆。那专家就说了，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大豆虽然说已经恢复出口给中国，但是还是会被课征13%的高关税，那么还是会让大陆亏本的。所以说，大陆其实没有理由一定要买美国的大豆，而且从过去的历史，这也可以证明说，中国大陆在大豆这方面是很有底气的。今年5月停买了美国大豆之后，大陆是立刻转向了巴西，那么狂买前9个月的这个量达到7200万吨，当时买这个巴西的大豆的占比高达了70%，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巴西竟然趁机哄抬价格，每吨价格从580变成650美元，这让中国很火大，于是宣布12月到明年的1月。巴西的大豆订单要全面的暂停。那中国的底气来自于他自己有战略的储粮4500万吨，说可以撑半年之外，他们也可以跟这个阿根廷来扫货，因为阿根廷已经取消了它的出口税哦，所以大陆是立刻扫了130万吨的这个阿根廷大豆，比巴西便宜了整整每吨200美元，11月就会到港了。委员如何看这个川习会之后中国的这一步？我觉得彭博社这个爆料是有问题的哈。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停买大豆，停买美国的大豆。
都还没开始买，什么时候会有停买的问题呢？对呀，根本动都还没动。那我跟各位解释哈，买大豆跟我们到超商去买一个便当性质是不一样的。通常这种大豆商是要先订到船舱，先订到船舱，它有点像旅行社，我订不到机票，我怎么带团出去啊？啊，它一定要全世界可以运的这种散装货哈，才不过3000艘。你没有事前订，你到年底你到哪里去订啊？所以假设是习川会啊，开完会好了，那这些开始觉得可以买了，我去下订单传，至少2个礼拜啊，然后2个礼拜已经到了11月下旬了嘛，那下旬了以后开始要进货的时候，从巴西订，搞不好现在还在下订单而已啊。对，从美国搞不好现在还下订单，所以根本8字都没一撇了。什么叫做停买大豆呢？我知道有很多的大陆的大豆进口商都还在帮忙到处在找船啊，但是有人说运费突然间贵很多，我到底要不要临时去抢船？临时抢船运费当然很贵，而且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运费贵哦，反而比那个更严重，比关税啊，比那么更严重，因为在飙涨的时候波动幅度非常大。没关系，再等等看哦。如果说到了1月份都还没有进口美国大豆，那才是真的停买美国大豆啦。那这里面不完全是政治因素，跟经济因素有关。本来美国大豆的价格是比巴西跟阿根廷来的贵，就现在巴西涨上来了，比美国大豆还贵，最贵。而美国大豆的榨油量又比巴西好，你现在涨上来了。那阿根廷的大豆也比美国大豆差，那可是人家便宜啊，便宜就抵过一切啦。何况本来阿根廷很奇怪，什么出口税啊，就现在取消啦，取消了，等于整就是比这个巴西、美国大豆便宜很多。你如果进口商当然拼命先赶到阿根廷去扫货，那这个事情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在那个10月初就有了，所以他现在扫一扫，11月到货刚刚好啊。这整来讲，一个大豆进口通常要花2个月的时间嘛，所以差不多了哦。你说哇，11月就可以到港，那表示他10月份做差不多哦，因为当时米莱是9月宣布把那个出口税给取消嘛，所以大家在抢单。那阿根廷大豆可以卖的也没有那么特别的多了哈。那抢完了，那一比较一下，巴西比美国大豆如何？从经济考虑，就回来买美国大豆。所以我预计，他如果大陆的进口商应该到港的时间点就是1月份。好，我们看到，所以目前看起来，虽然说这个彭博的消息不属实哦，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确实在买大豆上面选项很多，有巴西、有美国、有阿根廷，是不是等于说掌握了重要的议价权，也不再握在美国的手里？张晋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大家必须要了解哦，这个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重要的环节。中国大陆一直是就是长久以来都有计划了，希望透过租地或者买地在其他国家租地买地自己来种，或者建立长期的契作合约，而且呢，国内本身也要在积极的开发耕地，譬如说它的新疆开发耕地就很有成绩。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中国大陆本身自产的大豆确实品质在那边没有办法赶得上美国，尤其是这个大豆不光是要用榨油，它也是重要的饲料的来源，那个蛋白质跟榨油的这个率，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标。所以货好跟这个就是说它的价码这之间有一定相存的这个依存关系。但诚如刚才委员所讲，我们经常还是会碰到产销失调的问题，就是产销之中还牵涉到就是所谓的船运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中国大陆其实是一直把它当作国家安全的议题来做。所以它目前呢，罩门是在于育种。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大豆的育种上面一直是相当的弱，所以它也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尤其是玉米或者麦这些再继续提升。第二是它的存储这个确实是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而且无论是就是充氮气存储或者说干燥存储，这个在各国的话，其实有一天我觉得这个科技甚至都可以出口。最后一个呢，就是化肥，它生产的化肥确实也能够达到自给自足，而且甚至呢也跟就是说它的大购订购的产销商之中用化肥然后去换来做。所以呢，我觉得说今天到底谁能够掌握市场
就是只要能够此处不买爷，自有买爷处；此处不卖爷，自有卖爷处。终究啊，买方市场跟卖方市场猪羊变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好，谢谢张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是这个安氏之乱。这一回大陆使出的这一招叫做釜底抽薪吗？因为荷兰是否在这时候恐怕沦为一个空壳的公司了？大陆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荷兰之重要的头脑，还有这些重要的一些资产啊、人力等等，全部都带回中国去了？等一下一起做关心这一招，这个。拉着德国一起来针对荷兰这招放饵钓鱼，是否会让荷兰完全的孤立呢？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等一下赶快来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北京这一回是先甜后刀吗？针对荷兰针对德国，他怎么做呢？先把晶片给德国来救他的汽车业，然后再反过来跟德国说：好，你拿到了晶片没有错，这时候你得站队了，帮我们一起来施压荷兰。这是逼欧洲选边站的一个精准布局吗？德国的施压之下，荷兰会做让步吗？第二件事情，刚刚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安氏案哦，这个文泰科技现在乾坤大挪移，怎么做呢？他把在安氏的200名工程师给拉回中国大陆，并且现在说呢，产能可以直升5万片。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荷兰的安氏会被掏空成未来成为一个空壳公司吗？那么未来整个生产也都会回到中国大陆来做吗？这个是第二个我们今天会来做关心的。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没有想到这个有关于安氏的这件事情，中美早就谈好了，但是欧盟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有人说啊，荷兰根本就是被拿来当做祭旗的，而荷兰到底现在还有什么筹码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安氏的这一场风暴。德国汽车这个零件巨头，他已经正式的证实了他是欧摩威，他说确实已经拿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安氏晶片出口，已经拿到晶片了。那么中国商务部就说，好，你拿到晶片了，那接下来你就要帮助我们一起对荷兰施压，撤销荷兰对于中资晶片制造商的这个接管行动。那么德国方面目前也说的，好的，我们会继续的持续加强跟荷兰的沟通。针对于北京的这个步伐，也就是说让德国先甜后刀，委员怎么看？能够奏效吗？一定能够奏效，而且中国商务部啊打了这个，几乎就是纯商业手法，这个太神奇了啊！他禁止它出口。那现在正在制造汽车的全部卡在那边，为了一个金额不大的晶片，那么大的汽车出不了厂，你说德国急不急啊？德国上上下下急翻了，而且这个事情跟他无关，可是他在供应链的末端，那当然他就当然希望中国可不可以先放他一马？那中国说好，我先放民用的，军用的暂时不放，因为军用的同样汽车公司有人做军用的运兵车、军用的卡车，还有做一些什么底盘的一大堆的啊。那先供着大家也没话讲，因为军用毕竟没那么急嘛。民用的车子刚订单满天飞，你还没办法供货，这是比较急啊。但是整体来讲，这两个先区隔开来的话，那就很明白啦。你这些汽车公司就单独去跟荷兰施压，那你不要怪我啊！我不出口原因是他接受我公司啊。我知道荷兰跟中国的同一个公司2个部门先切割啊，那我保护我的财产啊，对，所以这个做的是对的，那荷兰就灰头土脸啦。本来他可能想要讨好美国啦，因为美国也没有正式叫他这么做，想讨好美国，发现说被抛弃了，那自己可能一开始也贪心啦，贪心真的是贪心啦，没想到贪心了。这个偷鸡不着，数了一把米啊，这好大一把米啊！那德国很生气，因为德国可以说是荷兰很重要的经济命脉，他得罪了德国，我不晓得荷兰以后怎么混的所以这个德国一定会给荷兰强大的政治跟经济的压力嘛。那接下来就是你荷兰内部老百姓抱怨连连，你都快要卸任的过渡时期的内阁，你还搞这种无聊的事啊？
而且荷兰的认知说，你们这几个官员就是被那个高管安氏的外籍高管给收买，不然你干这个事干什么啊？那现在在当家是安氏的高管，可是现在已经被抽空了。现在所谓工程师回来，那是因为两边没有弄好，这次是派去的，所以工程师回来，荷兰会不会成为空壳公司？现在还不会，因为它还有晶圆厂。那现在中国大陆的稳泰科技现在也开始盖出晶圆厂，找到这上海跟无锡的新厂。因为盖这种晶圆厂不像台积电那么精密，因为它是800奈米的吧，所以只要有专利权啊，有设计图就很容易 copy 出来了。结果因为它有封装厂，所以它一定有设计图啊。然后这个对他来讲又不是什么太难了，200个工程师其中50个就够了，可以把它完全铺陈出来生产。那这一下子，那个控制荷兰安氏那几个外籍高管这下傻眼了，他们准备吃官司了好，我们所以持续看到，那所以接下来，如果中国大陆早就已经持续的在布局，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除了建晶圆厂之外呢，赶快来看到是中国的前吞大挪移用了哪一些方法，被外界视为这个叫做教科书式的商业反击哦。他们利用的是这个收购合约当中的一个关键条款，把这个荷兰安氏里面很重要的大脑、人才跟产能说全部要搬回大陆。好，怎么搬呢？我们先来看到，除了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的200名的工程师搬回大陆之外呢，还有这个刚刚讲的嘛建新厂，那现在预估呢每个月可以达到5万片的晶圆，这产能是会高于荷兰的。重点是在这个成本上面可以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制造还是比较便宜，而且便宜的幅度高达了18%。如果用1年来做计算，可以为中国省下10亿元的人民币。重点是客户也买单哦。现在说这个续约率高达了98%，三星、比亚迪等等的新客户甚至还上门哦，多了新客户，订单预期会比去年同期暴增35%，而且产能可以持续的扩张当中。好，请问赖老师怎么看了文泰这招釜底抽薪是早就计划好的吗？荷兰安氏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呢？那安氏的晶片生产会可能完全拉回中国吗？不是早就计划好的啊，也就是说，大陆当时文泰把安氏买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答应就是说会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所以他们的工程师绝大部分的，除了少部以外，那都会留任，然后中国大陆也会派他们的管理人才还有工程师到这个地方来服务，因此就业机会会增加。第二个就是税收，对荷兰来说是一件好事情。而且让荷兰有更大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它影响到全世界的汽车工业嘛，所以它都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是一个中国赢、荷兰赢、世界各国都赢的一个局面。但是问题就在于，当荷兰有歹念了以后那情况就变了。那情况变了，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它的晶圆是很大的，所以这种成熟制程的技术，中国大陆并不缺。对那这个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经过这么多年从转亏为盈的过程中，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早就掌控了这些所谓的设计的技术了嘛。好，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安氏是文泰的一个子公司，而且文泰是100%的所有的资金所拥有的，所以它的智慧知识产权并不归荷兰所有，它是归文泰所有。那因此，当荷兰想要心生歹念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很早就已经放出一个讯息，而这个讯息并不是阴谋，是阳谋，直接告诉你安氏，也告诉你荷兰政府，说中国有底气，中国有筹码，已经把你讲得很明白了，你卡不住中国，而中国会完全可以卡住你。换言之，也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也就是生产线拉回中国来，封装封测本来就在中国嘛。对。所以封装封测在中国，所以中国也可以用封装封测来卡你，而且人才可以卡你，中国自己也可以把它整个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来。那这样的话对大陆更有利，可是对你荷兰不利因为你的就业人口变成从在荷兰移到中国来，那它的税，它本身的带动的地区的繁荣，那就不再是你荷兰了，反而是在中国了。对，而且如果它的营业额都移到中国来的时候，税收就是中国政府收了，而不是你荷兰政府。荷兰听不进去嘛，他认为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时中国就在荷兰动手的时候，就出了一招，这一招就是要求安氏的所有的员工，
不准听荷兰政府的，要听中国的，因为中国是100%的这个完全有的资本，所以等于是在荷兰工作的所有中国籍的员工不需服从荷兰的命令。那这讲得很明白了。那如果荷兰籍的安氏员工愿意到中国来工作，中国也欢迎嘛。那我们也看到了，事实上在签证前一段的时候，对这种专技人才的签证基本上是放宽的。那当然，当你本身僵持不下的时候，把工程师全部都抽调回来，这个本来就有这个权利，那也有这个条款。那整个工程师就回来。我相信也可能有一些荷兰籍的工程师，也说不定，这个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内部的消息，也说不定跟着到中国大陆这边来工作，那请问你，那你荷兰就空了嘛？所以并不是早就计划好，是事实上，也就是我们都希望创造双赢多赢的局面。可是你荷兰执迷不悟的时候，那就对不起了，那就全吃了。一旦全吃了，坦白说也没有违反合约嘛，因为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好，这一场安氏之乱哦，在这个荷兰的作乱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就决定把所有的重要的资源是全部搬回中国大陆了。那对荷兰来说，在经济上其实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如果以外交的角度来看，对荷兰是否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呢？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似乎也没有把荷兰给放在眼里哦，而且还被视为是沦为美中大国交易的一个炮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来看到是美国议员当时在质问白宫的时候说，你们在跟中国大陆谈判的时候有告诉欧盟吗？结果欧盟的高官反应是说，他们完全不知情。代表说这个荷兰其实也被蒙在鼓里。那现在不仅还要面对大陆的强硬的施压，还有德国跟欧盟内部也对他不满，还有美国的背弃，荷兰手上到底还剩下什么底气跟筹码？张老师怎么看？其实就荷兰整体的经济而言，大概是20%是制造业，80%是服务业。荷兰呢是靠着跟世界接轨而贸易兴盛起来。你问他说荷兰现在手中还有什么牌？荷兰确实还有一些大厂这个 Royal Shell 皇家壳牌的石油业，飞利浦这是电器的制造业，福克这个飞机这个制造业已经式微了。联合利华 Unilever 这个是专门做农产品加工的，比较这个有名的安佳乳品桦树奶粉这个还有海尼根啤酒，还有这个叫做这个全部德国最畅销的牌子的德国酸菜，是荷兰做的，所以呢，荷兰有它自己的就是说经济的优势。那但是呢，他一直强调我所在的位置，我必须跟世界接轨。他今天做这个事情其实是完全反过来跟世界接轨。荷兰人是极度的聪明，而且呢，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之下，他能够在海权的这样兴旺的之下，然后你想想看，在我们台南都可以建立一个殖民地，他有他的本事，而且还可以在1米那么一个地方。但是他真正的问题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被美国人这样子去怂恿，然后变成一个打手，最后就弄出来。所以这个在荷兰内部有他的报纸讲说，这个愚笨呢，就跟当初荷兰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郁金香风暴嘛，对不对？大家盲目去投资郁金香，很愚昧的那么一个事儿。他说这个大概愚蠢的程度跟那个差不多。好，谢谢张晋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在纯军事上，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个是大陆宣布的神秘的新家伙曝光了，得是什么武器呢？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看。另外，今天也会关心的是歼20，它带队的是隐形的僚机，再加上无人版的轰20也试飞了，震撼外界。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另外等一下也会特别关心习近平针对于火箭军的整治的进度。好，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11月11号这一天是大陆的空军成立76周年哦，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大陆的官方典礼比这个更震撼的事情是，他们播出了这个宣传片，叫做《梦远》，正式的发布了。不过呢，这个当中有一个亮点，就是里面出现了一句“新家伙”。这个新家伙一出来，就引爆了中国全网的高度关注。这个新家伙其实大陆官方是没有公布它的型号跟它的性能参数的，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细节哦。官方当时在通话有
有说这个威龙1号收到已经与玄龙的协同，那么玄龙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它就是这一架逆中的无人机，也就是玄龙08呢，被认为它可能就是攻击11的逆中无人机，是可以看和歼20一起来协同作战的，也代表说是不是解放军空军正在加速打造，包括了有人配上无人一起协同作战的一个体系。张健老师怎么看这个？首先，新家伙是指的是谁？是攻击无人机还是其他的武器？歼20搭配的这个攻击11是中国已经抢先美国完成整个中程僚机的系统吗？面对5000年的战略文化，亦真亦假，以假是真，以真是假。所以呢，这个很多东西不到真正出来那一天，其实有很多的变数存在。但是有3句话这个确实非常重要的：第一，落后就会挨打；第二，模仿只能追赶；第三，弯道才能超车。所以你可以预期未来中国大陆很多的军备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某某某。它有很多的概念完全是翻新的，所以呢，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信念：抄袭就会被反制。所以你照着别人的条来画瓜，然后你到了最后，你就发现那个理念人家已经掌握，自然就可以知道怎么反制。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完全创新，事实上已经有好多东西是完全创新，然后西方完全都没有想象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发展的趋势。至于呢，一句话搞得大家心痒痒，可能到了最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好，目前大家都还在猜说这个武器到底是谁，是这个新家伙到底是谁。但是我们来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是来自于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网的一个爆料，说正在试飞的这一架是这个巨型隐形飞翼无人机，是不是这个无人版的轰20呢？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些小档案。现在异常说高达了42公尺，比美军最新的 B21它的突袭者战略轰炸机还要大了一整截，只小于 B2 的幽灵战略轰炸机，会不会它就是无人版的轰20呢？赖老师怎么看？这个我们还没办法证实哈，因为大陆的官方有关于这个轰20传说很多了但官方从来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那基本上来讲，在谈到轰20，也就是说，我记得应该在去年航展的时候香港有一位记者就特别问到大陆的空军的副司令就问到说，轰20会不会在深圳的航空展会出来？然后他就说你们看看嘛这个时候给大家都感觉到说，哎呦要出来了，要出来。结果去年深圳没有出来，今年一样也还是没有出来，所以大家都在问说，那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因为轰20如果出来的话，那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这个战略武器因为它可以确保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是你几乎无法阻挡的。那这个对于大陆来说，它的核武的数量就不需要到4-5千枚了其实1500枚也就绰绰有余了。对，为什么？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这种轰6K，因为轰6K它本身不具备有隐身的特质，可是如果是轰20的话，它一定要具备有隐身的特质。第一个，第二个，它必须要是跨洲的这种长航行的飞行所以它的块头一定要很大，它本身的这个燃料一定要能够供应它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进行这个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在哪里，可是它随时可以用核弹来打击你，这是由空中来打击你地面的这个这种战略的设施，不管是战术性的打击或是战略性的打击，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战略性的打击就是打大城市，打大的工业区，例如说像硅谷这样的一个大的工业区，用几枚核弹就可以整个摧毁，美国就瘫了嘛，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你要确保能够对于美国的本土进行你美国毫无拦截能力，包括精穷做出来也都没有拦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轰20是当之无愧的。那问题就是在于什么时候出来，而它性能会不会超过这个美国的 B2或是 B21？B21 我们基本上来讲会认为它比 B2还要差，虽然是新造出来的，但为什么？因为它是阳春版嘛，就好像我本来造一个豪华的这个跑车，结果因为我现在穷了，所以我造出一个阳春版的跑车，那叫做 B21然后我就说我 B21比 B2好，没有人相信，因为你是
泡面嘛，你阳春版的，阳春版不会比原本的豪华的还要好，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美国怎么吹嘘，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轰20一出来，比 V2还要好，那这个美国它基本上就会吃不住了，因为它怎么办？对，那对于中国大陆，它在核打击的战略方面，它就不可能再产生任何威慑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问题不大。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您提到的攻击11，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已经是攻击21了，那这也是经过也准官方证实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编队飞行中有这个歼16D，这是电战机，它可以扫除空中的障碍，然后有歼20它是踹门的一个空中堡垒，可是搭配的，因为这个歼20它是双人座的。所以它搭配的就是攻击11或者攻击21，它可以更深入的进行战略性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对于大陆的空战来讲，它已经开始具备有跟美国较量的局部的优势，这个对美国压力是很大的。是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展示它的这个空军上面的实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刚刚提到了嘛，这个习近平他在整治这个火箭军，不过现在也看到说有爆出一些比较动摇基本盘的一些大事件，这是来自于外媒《纽约时报》的指出哦，他说习近平曾经把火箭军视为是2049年这种世界级军队的一个关键，但是确实可以发现的事情是在这1-2年之间，内部有深层的这个整肃跟贪腐的连环爆动摇了这一支那个负责核武力的一个核心部队。那五角大厦也揭露说，火箭军贪腐导致地下飞弹井工程被破坏，甚至有偷工减料。那所以现在也看起来说，中国近期不是我们不断的在报道说集中发展，不管是福建舰或无人机，代表说习近平不想把战力重压只有在火箭军吗？那整肃火箭军对于解放军来说，到底是伤害还是帮助？委员又怎么解读？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海军啊、空军啊、陆军啊都有很长远的发展的历史，所以它的规模在成长过程跟它组织的监督管理基本上跟得上。火箭军就不太一样，它有2炮部队所转型成功呢，就一开始预算突然间快速膨胀，任何一个团体都会有情形，就是你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系统根本就跟不上。那你一跟不上的话，有那么多的采购事项，那么多的工程事项，从火箭军的各种基地啊、地窖啦等等啦，还有采购啦，还有零组件啦，那个是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庞大。一下子这么庞大的话，有一些这个监督单位对于他们所报上来的一些工程啊，或者一些技术的需求，基本上不一定马上跟得上。通常这种监督人是要干过技术人再来做的，可是因为组织实在太快膨胀，就引起了一些上下其手的机会。这个上下其手的机会，对于北京的这个政治局来讲，他担心会不会北洋舰队重演买了武器，明明监督的零组件是对的，结果真的装上去了是不是正确的偷工减料然后这个一打开，这油料没有很充足，这种事情他们非常的担心。还有说你试射我就买了，就你试射资料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一连串，所以说基本上北京的这个政治局还算英明还算英明，他不会被这些人给糊弄了，所以不断的派人去调查，就发现一拖拉库的一些贪腐问题。对习近平来讲他也只能什么？这个长痛不如短痛先处理了再说了，先处理。那再从其他什么海军的空军调人来管那看能不能一阶段让这个监督管理系统比较成熟一点。因为像大陆的海军啊、空军啊，他们采购什么东西、一些东西，它的管理制度已经很上轨道了。可是偏偏火箭军有很多新的不得了的东西这个固态燃料换那固态燃料，为什么价钱不一样？上面的不一定搞得清楚那中间就有可能出现上下其手。像我们台湾有某个石油公司在做那个天然气转接站的时候，说报价95，就公司觉得
怎么那么少啊？你要报多一点，你就知道这问题都出来了啊。所以我想，习近平是很有决心要把解放军的火箭军啊，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实力的。那有贪腐的话，实力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即使说把这个领导阶层几乎是换了一遍了，换了一遍，当然刚开始指挥经验各方面不足嘛。可是你不这样子的话，你快速膨胀的组织，你的管理、你的监督、你的控制系统根本就会跟不上。是，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在这个诈骗案太子的风暴现在全面的扩张，而陈志这个时候喊冤，还聘请了最强在华府的这个华尔街的律师哦。那么中国则是控美国害走了150亿美元的比特币，怎么一回事？今天一起来做解读。太子集团的这场风暴，今天带观众朋友特别关心到的是最新的进度，来自于美国的司法部已经正式起诉并且追捕陈志，并且扣押它的市值高达了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财政部是这样说的，他说将太子集团已经把它列为是一个跨国的犯罪组织了，并且呢，他会针对它在全球146个实体跟个人来实施一个金融制裁。当然了，太子集团是立刻的正面的开战反击，公开呛美国司法部。他说呢，陈志并没有犯罪，美国你才是这个夺财抹黑。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也说呢，正式的要来挑战美国司法部的这个没收令。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更狠的事情是，陈志这个方面是直接聘请了华尔街最重量级的顶尖律师团来处理。这个顶尖律师团过去有哪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呢？包括他曾经揭露全球450个重大案件，200多个国际仲裁，在反洗钱诈欺这个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么最新呢，陈志的律师团已经要求了，说要延期60天提交索赔，理由是什么呢？律师团说，比特币的来源看不出来和诈骗有关系啊。陈志到底哪里来的底气？什么样的律师团敢接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案子来挑战美国政府的超级硬仗？还是说他手上握有美国不敢曝光的一些关键证据？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主要是钱了。你给美国的律师团足够多的钱，他当然愿意接不管赢了输了，他都有足够的多的钱，他怎么会不想接呢？对于他来说，他分2块。第一个，您提到的比特币这一块，比特币这一块如何证明它是赃款？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因为它是保密货币嘛。那保密货币的话，你把它没收冻结，那这个本身有没有问题？那中国大陆对这部分你也有意见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陈志，他本身的所领导组建的这个诈骗集团，当初就是在缅甸被端窝的嘛，被端了以后逃到海外去。那他本身的诈骗的主要的受害者是中国人为多并不是说全部都是大陆人，而以大陆人为多，还有台湾的也很多。那当然也有部分是日本、韩国都有。所以对于大陆来讲是真正的苦主。那这个比特币这4000多亿的台币的比特币的这个钱是应该要归中国大陆所有嘛，然后来去对于受害者给予怎么样的补偿？怎么会被你美国人拿走呢？你美国人并不是主要的受害者真正的主要受害者是大陆人所以大陆跟美国在争的是这笔钱，你不能黑吃黑，这笔钱我们还有的账要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问的是陈志本身是不是犯罪集团？对大陆来讲也没有说他不是犯罪集团首脑你看台湾的这个的资产现在也在查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个人认为陈志他现在他首先要向美国来控诉的是他究竟是不是他的集团是不是犯罪集团。第二个就是这个比特币跟这个犯罪集团之间的关系嘛。那加密货币如何来证明说是跟犯罪集团之间的犯罪集团不法所得？这是2件事。不过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一个体验给我们一个教训
加密货币是不是犯罪集团洗钱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之一？它变成毒贩、诈骗集团、贪污的大贪官，他们是不是都是透过加密货币来？所以我觉得加密货币这个管理啊，事实上是应该要考虑到它的道德性的问题、正当性的问题，不能够把它当成一般的货币。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是，不然的话，你这个国家的腐败，你永远没办法解决嘛。对，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现在这一回跟美国讲说，你不要黑吃黑哦。针对比特币的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说美国做了非常多的手脚。大陆的指控，官方指控，我们赶快来看，这个是大陆的中国国家级的网安单位，它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好，赶快来看到他怎么指控。他说，美国政府啊，你这个2020年底就用国家级的骇客直接窃取了陈志的矿池比特币超过12万枚。更离奇的是，你窃取了这些比特币之后，你就多年来把它那边放在那边，完全不动它。而且陈志当时也多次的表示，他说他要付赎金，把这一笔账全部赎回来。但是美国司法部宣布直接扣押比特币，直到美国司法部直接宣布要扣押比特币，事情很吊诡的事情是，被盗的这个比特币是瞬间转移到了一个新的钱包去。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要公开的去指控这些骇客？那这150亿美元的比特币争议是真实的国际骇客行动，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委员又怎么看？这个陈志在 Lubian 这个挖矿公司所放的钱包 ，Lubian 是一个挖矿公司，就是在挖比特币的一个公司。他放的钱包，在当年2020年的时候，大概只有应该讲就35亿美元。那因为比特币这几年来涨得很凶，到今天才变成150亿美元啊。所以陈志想用35亿美元把它赎回，那这个主要是在这个价差上面哈。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哈，第一个，那个中国大陆的有这个单位里面啊，指控说这是国家级的骇客，我当然是国家级的骇客，为什么？因为是美国政府，当然是国家，那骇客能够进 Lubian 里面的钱包去解密，把它拿出来或者控制住，这当然是骇客行为了啊。所以国家级骇客是个中性名词，应该正确看来讲是个中性名词。现在只是说，那到底这个陈志有没有涉及国际诈骗啊？那有没有涉及到网络诈骗？那对美国来讲，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法律哈，你只要用这个我的网络，那不管你在哪里诈骗，我都有权利管。那偏偏全世界用了网络，怎么扯都扯得到美国去，都扯到美国去，所以他们就无缘佛界啊。我认为这个，因为他们有情报，知道这里有这一笔，而且陈志这个人，他的财路来源可能有问题，所以才想办法去针对他。然后美国现在政府也比较穷嘛，就抢钱抢粮，何况你给他找到小辫子哈。那陈志这边哈，这个律师团也不是凡犯之辈啊，那也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种专门打刑事官司的，所以陈志已经付了很高的价码去请动。那所以这打官司的这个重点哈，不在于那个财政部的扣押，是在于要举证这一笔钱跟陈志的行为是正当的，他钱的来源是正当的，那不是有犯罪行为。重点在犯罪行为要证明没有，或者跟这笔钱无关。好，这个是两个诉讼的一个关键。不过我认为他输掉这个官司的几率是蛮高的，是蛮高的，因为他证明到说他这个钱来路正当，困难度是相当高，都是靠路边挖矿挖出来的，这个几率不太高。那你说我在柬埔寨投资房地产赚来的，这个证据也比较薄弱一点，所以这种官司在美国打起来是很费时啊，而且这个诉讼费用非常庞大，因为他光缴诉讼费就是一笔很大的钱这没关系啊，看他什么表现啦。那中国讲这些东西是意在言外。你这个用国家级骇客，前几天我的那种时钟，你才用国家级骇客来修理我西北大学的研究资料，你用骇客来修理我，是意在言外，先铺陈说你美国专门干这种事。好。
好，所以我们看到本来只是这个陈志的这一起风暴，现在已经上升到中美的官方的等级了。另外一起风暴，我们要持续来关心，怎么会这么巧？因为另外一个是来自于泰国政府的警方宣布的、他说呢，这一位是这个 KK 园区的主谋，涉嫌线上赌博加人口贩卖的佘志江。被正式的引渡回中国了。中国官方怎么指控他？3项，第一个，他说呢，佘志江你设立了239个非法网站；第二个，涉及巨大的黑金洗钱；第三个，你跟这个东南亚的跨国诈骗网络有深度的合作。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佘志江被引渡回中国？是基于巧合吗？因为又有陈志的这2个案件，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吗？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在知识的浩瀚在资讯的知识浩瀚海洋里头，这个陈志的这个太子集团这个案子跟这个就 KK 园区这个案子基本上是在不同海域中游泳，他们的基本类型这个犯罪的样态也不太一样。但是呢，在为什么他能够从泰国被抓，而且引渡回中国大陆？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这时候泰国突然做这个表态，跟太皇要去中国大陆访问有没有点关系？而且呢，去加这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这里头之中也牵涉到跨国犯罪。刚才我们都讲到，因为资讯我们就要知道，你抓这些金流，事实上就要遏制跨国犯罪集团，还有很多洗钱的活动、贩毒的活动。但是呢，这个我们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是美国最积极的去在网络上去追踪这些金流，就是反恐。当他在全球反恐的时候，等于把手伸到这个里头，然后希望去掌控。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这实际上就是资讯更是力量。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这个资讯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对不对？资讯也是实力，资讯也是财富，但是呢，也是国家作恶以及私人作恶的一条管道。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想中国大陆提出拿国家安全的观念切入这个事情确实是感受到那种威胁的程度是非常的严肃。剩下一点点时间再补充问赖老师怎么看？因为刚好是说陈志跟佘志江这2个事件刚好发生，你又怎么看？佘志江是因为当初缅甸在打击这个犯罪集团的时候，他逃到这个泰国被逮捕，他本身也有提出上诉，他认为这个引渡是违反这个泰国宪法。